饥荒年，1斤白米能换1条人命，我却砸锅卖铁换了一大群光张嘴不生蛋的破鸭苗。村里人都说我活腻了，地主钱大凤更是摇着折扇，坐等我饿死街头。他们哪里懂得秋风未动蝉先觉的道理？干枯的土地下，史无前例的蝗灾大军已经睁开了绿油油的眼睛。他们囤粮，我囤兵，只要一声竹哨响，千军万马下泥塘。且看我靠着吃人的天灾，一口一口嚼成我称霸乱世的第1桶金。铁柱，你快停下，别挖了！这大晌午的，你不要命了？是啊，铁柱，这清水县的河床都干成石头了，你就是把铁锹挖断，也刨不出一滴水来啊！要是真有这把子力气，不如赶紧去镇上钱老爷的粮铺门口排队，去晚了，连半斤高价的陈米都抢不到了。老村长，大伙儿歇着吧，我没在找水。没找水？那你在这毒日头底下撅着个腚刨个什么劲儿？总不能是魔怔了，以为这干泥巴底下埋着金元宝吧？比金元宝还要命的东西。这是啥？土里咋长出这么多黄豆大的东西？密密匝匝的，看得我这后背直冒凉气。这黄了吧唧、半透明的虫卵。虫卵？啥虫子能下这么多卵？蝗虫，飞蝗的卵。蝗灾，飞蝗？啥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，这可是要命的呀！咱们清水县虽然旱，但地里连根草都快死绝了，还没见着虫子啊！你可别吓唬大伙儿。大旱3月，赤地千里。老话早就说过，旱极必蝗，虫卵最喜欢在干旱缺水、曾经是河床淤泥的地方产下。老村长，您过来看看，这干土层下面幼虫已经完全成型了，只要翻开一寸，底下全都是这东西。老天爷呀，你这是想干什么？大旱还没熬过去，这要是再闹了蝗灾，咱们全村人可怎么办啊？咋办？这可咋办？咱们赶紧去庙里给崇神爷爷烧高香吧！对，大家伙凑钱买贡品，哪怕是把家里最后一只下蛋的老母鸡杀了，也得求崇神爷爷高抬贵手，放过咱们的庄稼呀！都给我闭嘴！烧香有个屁用！虫神不吃香火，他们只吃庄稼。等这群畜生破土而出，你们的香火和眼泪，连他们塞牙缝都不够。那你说咋办啊，铁柱？你给大伙指条活路啊！回去，把家里的细粮、陈米、白面全都搬出来。啥？搬粮食干啥？这时候粮食这可是用来保命的呀！卖了，全卖了。王铁柱，你真疯了！镇上的米价1天涨3次，我家就剩下那半袋子细米了。留着那半袋子米，你也活不过秋收。等这1万只蝗虫大军一出来，到时候你们抱着那半袋子米，一样是个死。那卖了粮食，咱们换啥？去隔壁县买水，还是买药？换最便宜的粗糠。剩下的钱全部去集市上的家禽柿子收鸭苗、收鸡苗，有多少收多少。鸭苗，大旱天的，连人都喝不上水，你养鸭子？你拿尿喂它们吗？你拿救命的细粮去换粗糠，还要养那些光吃不拉的扁毛畜生？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吧？散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铁柱这孩子8成是压力太大，开始说胡话了。老村长，信我一次，最多2个月，他们就会长出翅膀。可是铁柱啊，鸭子能干啥？他们能把这天灾给吃回去？他们不仅能吃回去，还能把灾变成财。这干涸的河床底部，对我们来说是绝地，对鸭子来说就是装满了肉包子的粮仓。鸭子吃水滩边的，鸡去刨旱地里的，水路斜动，绝对能把这群虫子杀在摇篮里。哎，铁柱，不是叔不信你，是你这法子闻所未闻啊！以前没有，从今天起就有了。哟，大家伙快看看，这不是咱们清水县最勤快、最懂种地的王铁柱吗？怎么，终于撑不住了，要把祖宅卖给本老爷换米吃了？钱老爷说笑了，我不卖地，我来卖粮。卖粮？哈哈哈哈！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个泥腿子能有多少粮？如今这世道，本老爷的粮仓都不够满的，你还敢跑来我这儿卖粮？我家仅存的几十斤白米，按如今市价的3成，全卖给你。我不跟你讨价还价，你给现银就行。3成？王铁柱，你小子壶里卖的什么药？这白米成色极好，可是你爹病死前拼死给你留的保命粮，你疯了不成？你就说收不收吧。现在灾荒刚起，
愿意低价收细粮的商人多的是。收怎么不收？来人，马上过秤，去柜上给他拿钱。铁柱啊，拿了钱可别乱花啊！你家那10亩良田，本老爷愿意出10两银子，大发慈悲的收了。之后你还能来我手下当个长工，赏你一口饭吃。留着你的银子吧，钱老爷，好好护着你那1000亩良田，别到时候连根稻草都剩不下。客官，看看吧，这鸭苗再不喂食，今晚就得死绝了。您要是诚心要，1文钱5只，您拿走。我只求换口水喝。老板，你这摊子上的，还有旁边那些鸡苗，我全包了。全包了，这可是足足2000多只啊！您买回去拿什么喂啊？这你别管，这是银子，你点点。帮我把这些筐全都装到板车上。老天爷啊！大伙儿快出来看啊！铁柱真把那些扁毛畜生拉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他是去集市上碰运气买高价粮了，没成想他把换来的救命钱全变成了这堆带毛的废物。大旱天养家禽，我看他是魔怔了，没有水，没有糠，不出3天，他连自己带这群鸭子一众假鸭全都得饿成干尸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清水县的大聪明回来了吗？铁柱啊，你买这么多张嘴干饭的玩意儿，打算拿什么喂啊？难道真要拿你家的西北风填他们的肚子？老爷说的对，铁柱，你要是识相，现在赶紧给钱老爷深深鞠个90度的大躬，好好认个错，说不定钱老爷心一软，还能赏你几口馊水喂鸡。不劳钱老爷费心，我的金鸭不用吃人粮，自然有老天爷赏饭吃。老天爷赏饭，真是滑天下之大可。大旱了整整3个月，老天爷连1滴雨水都没赏，还会赏饭给你的鸭子吃。王铁柱，本老爷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，我就等着看你这倾家荡产买回来的家禽是怎么变成一堆死肉的。那钱老爷可得把眼睛睁大点看好了，别到时候惊掉了下巴。铁柱哥，你咋真把家底儿全掏空了呀？刚才钱老爷放出话来了，说只要你破产，他就要拿10两银子强买你家那10亩上好的水田呢。虎子，地是农家人的命根子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这地就丢不了。你来的正好，帮我把这些竹筐全卸下来。卸哪儿啊？先搬回院子里去吗？可是咱们一丁点粗糠都没买，这好几千张嘴，一天就能把人吃穷了。不回院子，把鸭子全部卸在干河滩边上，把鸡全部卸在后山的旱坡底下。啥？铁柱哥，你疯了？那河滩现在连滴水都没有，全是干巴巴的泥壳了，鸭子去那儿干啥？后山那片旱坡更是一根草都不长，把鸡扔过去，那不是等死吗？虎子，你记住，这世上没有废物的家亲，只有不会排兵布阵的统帅。开火！完了完了，铁柱哥你快看，他们都饿得走不动道了，这可咋整啊？这河滩上全是石头和干泥巴，连根水草都没有。别急，看好。过来，开饭了。老天爷啊，他们这是在吃土！不是吃土，是吃虫卵。铁柱哥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那虫子卵比芝麻大不了多少，他们那笨重的扁嘴壳子咋能挑得出来？这叫因地制宜。虎子，你看鸭子的嘴，鸭嘴扁平宽大，边缘有一排细小的锯齿。它们最擅长的就是在烂泥和浅水趴里像筛子一样过滤东西，把泥巴和沙土滤出去。那些高蛋白的虫卵全都被死死留在了嘴里。神了，铁柱哥真神了，咱们连1文钱的买操钱都省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这只是咱们的水军。
鸭子能用扁嘴当筛子滤泥巴，可鸡不行啊。鸡的嘴那么尖，旱坡的土又这么硬，它们在这儿能吃啥？鸭子滤泥巴找的是卵，鸡来旱坡找的是年。啥是年？虫卵孵化出来还没长出翅膀不会飞的幼黄，就叫跳年。现在是大旱天，天气酷热，跳鸣最喜欢藏在干燥的草根底下和硬土层里。鸭子的扁嘴进不了硬土，但鸡可以。我懂了，鸡的爪子最喜欢刨土。没错，鸡的爪子锋利有力，天生就是刨土的高手，而且它们尖锐的喙能像筷子一样精准地夹住土里跳动的小虫子。看好了，乖乖龙地洞，这刨地的速度比俺拿锄头刨的都快。铁柱哥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这帮平日里只知道拉屎下蛋的蠢物，被你这么一弄，简直成了神兵天将啊！这才刚刚开始。虎子，蝗虫的数量不是按万算，是按亿来算的。光靠他们现在的野性乱吃，根本挡不住真正的天灾。那咱们还得咋办？他们吃的挺好的呀。等真正的飞蝗大军遮天蔽日的飞过来，那种恐怖的阵仗，普通的家亲早就被吓破胆，缩在窝里发抖了。所以，从明天起，我要对他们进行军训。啥？给鸡鸭军训？铁柱哥，你莫不是在跟俺开玩笑吧？这鸡鸭能听懂人话？他们不需要听懂人话，他们只需要听懂2种声音：竹哨和铜锣。你看清楚了吗？王铁柱那傻子在干嘛？嗨，能干嘛？把鸭子赶进没水的泥坑，把鸡宠上没草的荒山。我看他是被钱老爷逼疯了，在那破罐子破摔呢。走，赶紧回去禀报老爷。不出3天，王铁柱的家群就得死绝，到时候他肯定得哭着来求咱们老爷收他的地。3天，钱老人，希望等黄群破土而出的时候，你还能笑得这么开心。铁柱哥，你这一大早不带那群活祖宗去河滩吃虫子，搁院子里削竹子干啥？那群邹鸭在后院的圈里都饿得直叫唤了，你咋还不放他们出去？磨刀不误砍柴工。虎子，把水放下，去屋里把那半袋子粗糠拿过来。啥？拿粗糠？铁柱哥，这可是咱们最后一点存粮了。你不是说他们能自己找虫吃吗？咋又要喂糠了？这半袋糠要是吃完了，咱们可就真得饿肚子了。不是喂饱，是勾馋虫。你去拿来，看我怎么弄就明白了。铁柱哥，你这是图啥呀？喂点糠还弄出这么大动静，跟镇上戏班子唱大戏似的，吓我一跳。而且你这喂的也太少了，一只鸡连一口都分不到，这不是故意馋他们吗？这叫条件反射。虎子，我问你，如果你每次吃饭前我都拿棍子抽你一下，连打你10天，第11天的时候，我只要一举起棍，你会咋样？那俺肯定还没挨打，背沟子就先疼起来了，准得抱头蹲下躲开啊！这还用问？这就对了，畜生不懂人话，但他们的肚子懂。每次喂食前，我都给鸡吹哨，给鸭敲锣。只要连续训上10天半个月，这哨声和锣声在他们脑子里就等于开饭了，有肉吃。俺好像懂了，到时候就算你手里没有糠，只要你一吹哨一敲锣，他们也会以为前面有大餐，发了疯的往前冲。听听，大伙儿听听，王铁柱这傻子，鸭子养不活，改行去当庙会敲钟了。我看他是饿得出现幻觉了，天天拿个破锣敲来敲去，难不成能敲出白面馒头来？老爷，不行了，这地里不知咋的，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小蚂蚱，一窝一窝的，踩都踩不完啊！
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这可是本老爷花真金白银保下来的独苗啊！快用扫帚拍，用脚踩，绝不能让这群小畜生啃我的苗！老爷，真采不完啊！前脚刚踩死10只，后脚又钻出来100只。无量天尊，这位员外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田里愁云惨淡，必是有地底的妖虫作祟呀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敢在本老爷的田头说风凉话，信不信本老爷让人打断你的腿？哎呦，员外息怒，小人是个云游四方的郎中，人称赛神仙。小人这里有祖传的驱虫散，专克此虫。驱虫散，当真管用？只需10两银子一包，兑水撒入田间，保准虫子死绝，庄稼丰收。10两银子一包，你这药粉是用金子磨的？员外啊，这可是救命的药，您自己算算这笔账。这1000亩良田的庄稼要是保住了，秋后粮价大涨，能换多少两银子？为了这点买药的小钱，断了以后的大财路，不值当啊！好，本老爷买了，先给我来10包。得嘞，员外放心，绝对药到病除。铁柱哥，你看钱老抠那个傻样，居然去买那江湖骗子的假药，还撒得那么起劲儿。那药粉里有一大半是生石灰，剩下的估计是些刺鼻的雄黄和草木灰，撒在地里，治标不治本，最多只能靠气味熏走几只表面的虫子。而且啥？难道还有坏处？石灰遇水生热，这大寒天的，本来地就干得冒烟，他这么一撒，简直是火上浇油。庄稼还没被虫子吃完，根就要先被高温烧死了。啥？那他这不是自己毁自己的庄稼吗？还不止，这刺鼻的药味不仅杀不死大批的蝗虫，反而会把地里原本吃虫子的麻雀、蛤蟆等益虫全给毒死或者熏跑。活该！让他平时欺压大伙，这就叫老天有眼，让他自吃恶果。虎子，别看了，咱们没时间管别人了。铁柱哥，那边的天咋黑了？是不是老天爷开眼，终于要下暴雨了？那不是乌云，更不是雨。秋风未动蝉先觉，那是林县的飞蛾，它们长出翅膀了。虎子，别愣着了，立刻回去把所有的鸡鸭圈死，拿草席紧紧遮住顶棚。没有我吹哨敲锣的命令，绝不能放出来一只。好，俺这就去。嘿嘿嘿，钱员外，你糊涂啊！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哎呦，孙大人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遮什么阳？本官的心都快被这灾情给烧焦了。这好好的1000亩青苗，为何大半都枯黄烧死了？你田里这股刺鼻的石石灰味又是怎么回事？大人明鉴啊，这可绝对不能怪草民。这大寒天，地里本就缺水，你撒石灰生热，这是在活活烧死庄稼的根。大人，草民也是被那江湖游医给骗了呀。可如果不撒药，那些虫子也会把苗吃光的。愚蠢！你不仅烧死了庄稼，这刺鼻的异常味，把田里原本能吃虫的麻雀和青蛙全给熏跑了。如今你这片田，简直成了那些妖虫的安乐窝。清水县的秋收，算是毁在你手里一半了。大人息怒，事已至此，草民也没办法呀。这天灾降临，谁也挡不住，不是？天灾固然可怕，但人祸更甚。走，随本官去前面看看。本官就不信，这清水县几万亩芒田全都被虫子给祸害了。咦，前面那是谁家的田地？为何如此干净？你们仔细看，这一片田地虽然也因干旱而显得有些缺水，但田地里竟然连一只跳泥的影子都没有，甚至连地头的杂草里也干干净净。这不可能！这是王铁柱那个泥腿子的田，他连1文钱的买药钱都出不起，怎么可能一只虫子都没有？王铁柱，可是前方那个青年？回大人，正是。草民王铁柱，见过孙大人。大人顶着毒日头下乡视察灾情，辛苦了。免礼免礼。王铁柱，本官且问你，你这田里到底是施了什么法术？为何别的田里虫患成灾，你这里却是一片净土？连只蚂蚱都找不到。回大人，草民一介农夫，不懂任何法术，草民只懂4个字：防大于治。防大于治，
何意？大人请想，虫子是从卵孵化出来的，若是等它们长大了，成群结队了，再用扫帚去打，用石灰去毒，那无异于螳臂当车，庄稼早就保不住了。所以，要在它们还是卵，或者还是跳不到半尺高的小藻时，就斩草除根。说的轻巧，王铁柱，你当本老爷没试过吗？那虫子藏在泥缝里，满地都是，你一双手能抓几只？钱老爷的人手自然抓不过来，但我的大军可以。大军？铁柱，你莫不是私自招募了乡勇？这可是死罪。大人误会了，草民的大军并非活人，而是他们。棚子里是什么？本官怎么闻到一股家亲的腥味？大人，您看好了，虎子，准备。好嘞，铁柱哥。老天爷，这些鸡怎么跟饿狼似的？大人，您看，它们不仅跑得快，竟然连埋在土里的虫卵都能找出来吃掉。奇哉，真是奇哉！本官活了40载，从未见过如此训练有素的家禽。神兵天将，这简直是神兵天将啊！难怪你的田里干干净净，他们吃虫的速度比100个长工还要快。大人，鸭子洗水吃泥滩的卵，鸡洗汗刨旱地的囡，它们不需要吃人粮，地里的虫子就是最好的饲料。只要训练得当，它们就是保卫清水县的无敌定军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王铁柱，你这些州鸭肯定是饿疯了。等天上的飞黄大军真的来了，他们肯定会被吓破胆儿，到处乱窜。钱老爷，那是你的鸡，我的鸡鸭只听哨声和锣声，只要军令一响，前面就算是刀山火海，他们也会去吃。铁柱兄弟，你这法子简直是救命的良方啊！本官这就回县衙发文全县，让所有百姓都砸锅卖铁去买鸡鸭。大人，来不及了。为何来不及？大人，请往西北方向看，那不是乌云，那是临县已经长出翅膀的飞黄大军，他们已经到了。老天爷啊！清水县完了呀！天怎么黑了？是不是太阳掉下来了？不是黑天，是虫子，是长了翅膀的飞黄。老天爷啊，那是数不清的飞黄啊！他们飞过来了，天塌了，咱们清水县全完了！快拿扫帚，把他们赶出田里，不能让他们落进庄稼地，赶不走啊！太多了，满天都是，怎么赶得走啊？点火，快点火把！虫子都怕火，用火烧死它们！没用，火把刚点着就被虫子扑灭了。这只畜生连火星子都吃啊！我的苗啊，我每天挑10担水才保活的苗啊，就这么全没了！别吃了，求求你们别吃了！快看村口那棵大柳树！老天爷，这群畜生连树叶子都不放过！慌什么？不过是几只虫子罢了，就把你们吓得尿裤子啦！老爷英明，这群穷鬼哪里见过什么世面？也就是咱们老爷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那是自然。本老爷可是花了100两雪花银买了赛神仙的驱虫神伞，现在这千亩良田里全都是神药的气味，保管他们渡破长川，死无全尸。可是老爷，这天上的虫子实在是太多了，刚才有一群飞黄想往咱们田里落，虽然被药味熏得在半空盘旋，但后面涌来的虫子太多了，他们快被挤下来了。放屁！你个乌鸦嘴！本老爷的田是铁打的江山，金钟罩铁布衫。你们这群废物长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田埂边上守着！
拿好你们手里的长竹竿和网兜，打死一只，本老爷赏1文钱。老爷，打不过来呀！这虫子像雨点一样往下掉，竹竿都快被压断了。废物，一群饭桶！平时吃本老爷的饭，关键时刻一点用都没有。老爷，真的山不走啊！苍天啊！我朝立国100年，清水县从未遭过如此浩劫呀！这铺天盖地的妖虫是要断了清水县几万百姓的活路吗？大人您快回轿子里躲躲吧！这虫子太凶了，刚才属下看到一只飞蝗，竟然生生把路边的一条野狗的皮都给打破了。本官不退，本官是这清水县的父母官，哪怕是用本官的血肉之躯，也要挡住这群妖孽。大人，没用的，您这样只是白白耗费体力啊！本官知道没用，可是除了这样，本官还能做什么？难道眼睁睁看着百姓的口粮被吃光？王铁柱呢？王铁柱的羁押大军为何还不出动？铁柱哥，虫子落下来了，他们朝咱们这边飞过来了。稳住，别慌。怎么能不慌啊？铁柱哥，你看前有李大爷家的地，咱们再不放鸡呀，庄稼就全毁了。现在放出去，就是送死。飞蝗大军最可怕的不是他们的牙齿，而是他们的数量和冲锋时的气势。那咱们还在等啥？等他们落地。现在的虫群绝大多数还在半空中盘旋滑翔，龇牙跳得再高，也够不着天上飞的虫子。如果现在盲目出动，满天乱飞的蝗虫会瞬间把泥牙群冲散，甚至会用锋利的节肢把家亲的眼睛划瞎。俺听你的，可是啥时候才算落地啊？老爷不好了，这妖味散了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本老爷撒了100两银子的药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散了？刚才一阵西北风刮过来，把漂浮在空中的石灰粉全给吹散了。天上那群饿疯了的虫子闻到了底下麦苗的香味儿，全都冲着咱们这边扑下来了。我的庄稼，我的银子啊！老爷，麦苗没了，全被盖住了，打不掉啊，根本打不掉。我一竹竿扫下去，扫落了100只，天上又掉下来1000只，这哪里是虫子，这简直是下虫雨啊！我太打了！跑什么跑？都给我滚回去打！本老爷养你们是吃干饭的吗？那麦苗是我的命根子，谁敢跑，本老爷扣光他今年的工钱。钱老爷，你就是扣光俺们8辈子的工钱，咱们也不去了。这是虫海啊！你非要逼着俺们去送死吗？药呢？本老爷花了100两银子买的驱虫神伞呢！去拿水兑药，给我泼！老爷，你醒醒吧！你那根本不是什么神药，是催命的毒粉啊！放屁！你个泥腿子懂什么？那是赛神仙给我的仙方！放你的狗屁仙方！钱老爷，你平时不亲自下地，你睁开眼睛看看这田埂边上，你看那是啥？这怎么会死这么多蛤蟆？怎么死的？被你那刺鼻的假药给活活毒死、烧死的！大旱天本来就只有这几只蛤蟆和麻雀能吃虫子，它们是庄稼的守护神啊！刚才天上那群飞蝗本来不敢全落下来，就是因为他们在找天敌。你这是自作孽，不可活啊！你是说是我撒的药把虫子给招来的？不仅招来了，还让他们吃的毫无过忌。你看旁边村的田，虽然也有虫，但起码还有麻雀在啄。你这里全是死地。赛神仙，对，是那个可恶的游医骗了我，是他卖给我的假药。来人，快去镇上把那个留着8字胡的江湖骗子给我抓回来！本老爷要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让他赔我的100两银子，赔我的1000亩良田。老爷，抓不到了。为何抓不到？他难不成还能飞了？半个时辰前，小的去镇上买冰水给您接暑，亲眼看到那个赛神仙收拾了所有的细软和银票，雇了镇上最快的一辆马车，早就顺着官道往南边逃难去了。他说清水县要成绝地了，再不走就得死这儿。没了，全没了。
10年的基业呀，一眨眼就没了！老天爷，你为何如此不开眼啊？我钱某人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？钱老爷，你平时克扣俺们的公粮，大旱天你还要翻倍涨租子，如今这都是报应。钱老爷，庄稼虽然没了，但俺们刚才可是给你卖了命的，把这半个月的工钱结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想造反吗？本老爷的田都没了，哪来的钱给你们发工钱？没钱？那你身上的玉扳指、丝绸长裳，还有镇上粮铺里的银子，难不成都是你捏的？你今天要是敢赖账，俺们就去县衙告你！别告，别告，我给。呸！什么东西？往后你这破地，求着老子种，老子都不来。走，大伙儿赶紧去镇上买点高价粮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我没输，本老爷还没输。对，我还有粮。我趁着大旱低价收了王铁柱的细粮，还囤积了整个粮铺的陈米。只要我有粮，在这大旱天，我就是清水县的王。田没了又怎样？我照样能用粮食把这些废地买回来。到了，本老爷的粮仓还在，门还关得好好的。只要有这一满仓的精米白面，只要大旱不退，我照样是清水县的首富。谁也别想看我的笑话！开门，快给本老爷开门！李掌柜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来了！谁呀？这么大白天凿门？哎呦，老天爷呀！老爷，您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您的马车呢？跟着您的10几个长工呢？全滚了！快扶本老爷进去！老爷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刚才天上黑压压的一片，飞过去无数长翅膀的大虫子，把满街的百姓都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声啊！粮仓，本老爷的粮仓没事吧？一看到天生异象，小的立刻让伙计们把前后院的门窗全都用木板钉死了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更别说那些大虫子了。哎，好，干得好！只要这批粮食保住了，本老爷赏你5两银子。城外的1000亩良田没了就没了吧，只要这几10万斤细粮在，等蝗灾把乡下的庄稼全啃光了，这粮价那还得再翻10倍。到时候整个清水县的地皮迟早得跪在我脚下求我赏他一口泔水喝。去，把甲字号粮仓的门打开，本老爷要亲自看一眼那些新收上来的白米、压惊。那可是我花了低价从王铁柱那个败家子手里抠出来的上等好货。得嘞，老爷您这边请。李掌柜，你听，库房里什么动静？是不是有老鼠进去了？不能啊，老爷，咱们这库房前几天才刚用烈酒熏过，不可能有老鼠。那这声音是哪儿来的？越来越响了，就像是在吃木头。快把门打开！兔子，是飞蝗，这就是飞蝗！老天爷呀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老爷，上面，他们是从上面进来的。通风口为什么没封死通风口？老爷，小的建议您花2两银子买些塔丝网，把气窗封死。是您说这木材和铁网太贵，不如直接留个空洞透气，还能省下一笔工钱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叫伙计，拿火把，拿扫帚，给本老爷冲进去，把他们赶走啊！老爷，使不得，里面不能进人了，你会憋死的。我的亲娘哎，这还是库房吗？这分明是个虫子窝呀！没救了，根本没救了。那米袋子里全是虫子的屎尿，就算抢出来，这人吃下去也得拉肚子拉死啊！老爷，快出来吧！虫子急眼了，连肉都咬。没了，全都没了！我囤了1秋天的细粮啊！这群畜生，他们不吃稻谷，专挑没有壳的白米白面吃啊！老天爷，你为何要对我赶尽杀绝呀？老爷，既然粮仓毁了，这粮行也干不下去了，您看是不是把我们这几个月拖欠的工钱给结一下？大伙儿还得去寻别的活路。工钱？你们一群白眼狼！本老爷的粮食都没了，倾家荡产了，你们还有脸管我要工钱？老爷，
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天灾是老天爷降下的，通风口没封死，是您自己舍不得银子。但我们可是实打实给您干了3个月的苦力。您要是今天不给钱，我们就去县衙告您。告啊！你去告啊！本老爷现在比你们还穷，不仅粮没了，本老爷为了囤这些粮，还在外面借了5000两的高利贷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你们有本事进去从虫子嘴里抢粮食当工钱啊！钱大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大家伙听着，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咱不义。去柜上，把账房里的散碎银子和铜板全给我分了，不够的就把前厅那些红木桌椅搬走抵账。对，搬！他平时怎么克扣咱们的，今天全拿回来。住手！那是本老爷的酸枝木太师椅，那是本老爷的紫砂壶。你们这群强盗，放下！都给我放下！完了，钱家绝后了。千亩良田，数10万斤细粮，全完了。为了省2两木材钱，为了2两银子啊！冲着咱们这边来了，大家快跑啊！钱老爷的千亩良田连半炷香都没撑过，咱们这点薄田连给他们3牙缝都不够啊！铁柱，你还愣在那个土包上干啥？快躲进地窖里去吧！老村长，大伙别慌，躲进地窖，今年冬天一样是饿死。今天，咱们就在这儿，跟这天灾硬碰硬。硬碰硬，铁柱啊，你拿啥碰啊？你就算浑身是铁，能打几根钉？你看看天上这阵仗，老天爷啊，这黑压压的一片，把日头都给挡死了。你别犯轴了，你养的那几千只鸡鸭，在这虫海面前，恐怕瞬间就被活埋了呀！再等时息。现在落下的只是老弱病残的散兵游勇，大部队还在漫空滑翔。虎子，握紧门把手，听我倒数。门开了，大将军们，给俺狠狠的杀！老天爷，这些鸡咋跑得这么快？比村口的大黄狗跑得还快！你快看那只大公鸡！那不是大公鸡，那是俺们铁柱哥专门挑出来的飞羽将军！大伙儿快看呐，这哪里是去吃虫，这简直就是去收割呀！这怎么可能？虫子在飞，它们居然能跳起来，在半空中用嘴接住，准，太准了！你看那只黄母鸡，一连啄了5口，它们甚至连翅膀都不吐。老村长，这叫动态视力。鸡的眼睛对静止的东西反应慢，但会半空中飞舞、跳跃的小虫子，它们的视力是人的10倍以上。在鸡的眼里，这些乱飞的蝗虫速度和乌龟一样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它们一口一个，这准头简直神了！不仅是准头，这群鸡跟着我在旱坡上刨了那么久的硬土，双腿的肌肉早就练得比石头还硬。现在这大半空和贴地飞行的蝗虫，正好是这支轻骑兵的最佳靶子。他们不需要阵型，只需要各自为战，就能把皇军的先头部队撕得粉碎。好，吃得好，吃死这些妖孽！铁柱哥没骗咱们，这根本不是鸡，这是老天爷派下来的天兵神将啊！可是铁柱哥，鸡退下来了，这天上的大头咋办啊？他们要是现在扑下来，那可就挡不住了。虎子，鸡是轻骑兵，用来打散兵和先锋，但这主力还得靠咱们的重甲步兵来平推。虎子，去把干河床那边水闸的栅栏全给我拉开，让咱们的水军出征。得嘞，您就瞧好吧。老村长，大伙儿看清楚了，鸭子和鸡不一样，它们天生有极强的群聚性和服从性，只要有一只领头鸭往前冲，剩下的就会死死跟上，绝对不会掉队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们起得这么紧，原来是本性啊！没错，在战场上，这就是无可阻挡的重甲步兵。现在，这片田就是他们的演兵场，太凶残了！这哪里是在吃虫，这简直就是老叟吸顽童啊！你们快看那鸭子的扁嘴！铁柱哥，不好！你看天上
那群飞蝗急眼了，要咬咱们的鸭大军啊！虫子太多，鸭子要是被咬瞎了眼，可咋整？那飞蝗的牙齿能咬穿树皮。咬鸭子，那他们可是找错对手了。胡子，不用管天上的，让鸭群继续往前推。这鸭毛难道是铁打的？这虫子竟然咬不透！俺刚才亲眼看见一只3寸长的大蝗虫，结果硬是顺着毛滑下去了，摔了个底朝天。老村长，大伙儿别忘了，鸭子是水禽，为了在水里不沉屌，鸭子的尾指线会分泌大量的油脂，涂满全身羽毛。这群虫子的牙再利，咬在这又滑又硬的油毛上，就跟咬在铁板上没两样。没错，所以他们就是这片田地里高枪不入的重甲步兵。去，给老子狠狠的吃！保住了，真的保住了呀！连一根麦穗都没断啊！老天有眼，老天有眼啊！这是神迹！铁柱啊，你救了咱们的命啊！是啊，铁柱你救了大家。铁柱啊，你救了咱们的命啊！王铁柱真乃神人也，咱们清水县有救了！铁柱啊，输在清水县的列祖列宗，谢谢你，你这是给咱们全村人留下了活命的根啊！老村长，您快起来，我王铁柱是清水县的人，保住自家的田，保住大伙儿的口粮，是我该做的。铁柱哥，你牛大了，这次你真的断了！刚才那阵仗，哪怕是说书先生嘴里的千军万马，也不过如此啊！大伙快看，那是钱老爷，他咋变成这副鬼样子了？本老爷那几10万斤的精米白面呀，全成了虫子窝了！啥？粮仓也被虫子给端了？那镇上的粮行可是青砖大瓦盖的，门窗都封得死死的，虫子咋能进得去？通风孔上面的通风孔没封啊！当初建粮仓，只要花2两银子，买点铁丝网罩上就行。我寻思着大旱天不会有虫，为了省那2两银子的材料钱，就空着没管它呀。2两银子啊，我的白米全被虫子给毁了。呸！这就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你钱大富，平日里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连俺们长工的一口粗糠都要克扣。老天爷亲自来算你的账了。铁柱兄弟，俺们不是人了，俺们给你鞠躬赔罪了。俺们眼瞎，俺们心盲啊！你当初砸锅卖铁买鸭苗，俺们不仅不听，还把你当成被太阳晒疯了的傻子。俺们真是猪油蒙了心啊！铁柱，俺家的5亩地全被虫子啃光了，冬天连口糊口的糠都没了。俺不怨天不怨地，就怨俺自己没长脑子，没听你的一句劝呀！大伙儿都快抬起头来，这不怪你们。大旱飞洪本就是100年难遇的天灾，这门利用家群吃虫的学问，老祖宗的农书上写的不全，乡里也没人教过，你们不信也是人之常情。铁柱哥，你真是肚子里撑大馋啊！可是俺们的庄稼都没了，这往后的日子可咋熬啊？只要人还活着，天就塌不下来。没粮了，咱们就向老天爷抢口粮。抢？铁柱，地里连叶子都不剩了，还咋抢啊？你们仔细看看这满地的狼藉，老天爷把咱们的庄稼收走了，但也给咱们留下了别的东西。这蝗虫活在这天上飞的时候，那是吃人的天灾，对于咱们来说，这就是上好的精肉。铁柱哥，你该不会是让俺们吃虫子吧？这怎么下得去口啊？想活命，
就收起你们的娇气。这东西不仅没毒，而且去头掐尾之后剩下的肉比猪肉还要大。洗干净了放进锅里，拿大火一焙，香脆无比，极其顶饿。这满地的死虫子，少说也有几万斤，这是白捡的肉啊！俺这就回家拿扫帚和麻袋去。县令大人到！神迹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王铁柱，本官一路狂奔，沿途几个村子所见之处皆是焦土，连树皮都被啃光了。你居然真的用这群家禽把这漫天的天灾给挡住了！大人言重了，草民不过是顺应了大自然的规矩，侥幸保住了这几亩薄田，全靠这群不用发军饷的 C 鸭将士。好一个顺应规矩！铁柱，你这不仅是保住了你自己的田，你是给咱们清水县摸索出了一条活路啊！只是，大人，天灾虽退，但全县的损失恐怕极其惨重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大伙儿的口粮是个大问题。是啊，本官身为父母官，还要立刻赶去安抚全县灾民，统计各处的损失，开仓放那仅剩的一点赈灾粮。铁柱，你先带着乡亲们按照你的法子抢种，3日之后，本官定当亲自登门，正式向你求这套生态治蝗的良方。草民随时恭候大人。借我300担，不，借我50担粗粮也行啊！只要让我熬过这个冬天，我钱某人一定做牛做马，报答各位的根情啊！哟，大伙儿快来看看，这不是咱们清水县大名鼎鼎、把算盘打得最精的首富钱大富吗？哼，怎么今日穿得跟个叫花子似的，跑来咱们商会要饭了？赵掌柜，你忘了？上个月你老母过寿，我还送了你一尊极其名贵的玉佛呀！大家都是多年的老交情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玉佛？哎呦，钱大富，你还有脸提那尊玉佛？你当时可是亲口说，那玉佛抵了我借给你的5000两银子的利息。现在清水县到处都缺粮，城外的灾民饿得眼睛都绿了。这时候的粮食比金子还贵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。谁跟你有老交情？我有地，我城外还有1000亩上好的水田，那是清水县最好的一块风水宝地呀！我把地契全押给你们，1000亩地换你们50担粗粮，这买卖你们稳赚不赔呀，总行了吧？1000亩水田，钱大富，你当咱们商会的人都是瞎子聋子吗？你那地里现在是个什么鬼样子？全城人都知道了。几千斤石灰撒下去，庄稼根被你烧死了不说，好好的水一天被你变成了毒坑废坑，白送给老子，老子都嫌晦气。能种的还能种的，只要下了雨，明年开春照样能长出绿油油的麦子啊！求求你们了，借我点儿吧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少废话，钱大富，你别忘了，你为了趁着旱灾发横财，偷偷高价买断了附近3个县的陈米。你不仅花光了家底，还在我们钱庄借了整整5000两。按字据，昨天期限可就到了。我1文钱都没赚到啊！你宽限我几个月，等我那地里宽限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钱大富，你当初趁着大旱，把借给穷苦百姓的银子利息翻倍，逼得人家吃土的时候，你怎么不知道宽限？如今你破产了，这5000两白银，你打算拿什么还？拿你这条贱命吗？你的命可不值5000两。老天爷呀！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呀！当初我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围着我转，请我喝酒听戏。
现在我落了难，你们不仅不帮忙，还要落井下石，你们好狠的心啊！落井下石？错，这叫因果报应，天理循环。你钱大夫为了发灾难财，不顾全县百姓的死活，囤积粮食。为了省2两银子的木板钱，把满仓的救命粮喂了虫子，你这就是个丧门星！咱们可不敢沾你这个扫把星的晦气。来人啊，把这个要饭的疯子给我轰出去！王掌柜，他欠你的5000两，你直接带人去他家里抄地契抵债。咱们清水县商会以后没这个人。钱大夫，你咋跑到这儿来了？好你个黑心肝的老财主，你来干啥？难不成你那粮仓毁了，地废了，还惦记着俺们铁柱哥的这几亩收成？大伙儿拿铁锹把他赶出去！赶出去！你个为了2两银子毒死蛤蟆，引来蝗灾的丧门星！俺们这儿不欢迎你，滚出清水县！滚出清水县！大伙儿，乡亲们呐，我错了，我钱大夫不是个人啊！钱老爷，你的腰就算是弯断了，也变不回你那1000亩良田的青苗，更救不回你那满仓的粮食。说吧，你来找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铁柱，王老爷，王东家，求求你给我一口饭吃吧，我快饿死了。给你饭吃？钱老爷，你莫不是忘了你当初在集市上对我说过的话？你说，等我破产了，你要用10两银子买我这10亩祖宅，还说要赏我一口泔水喝。怎么，现在报应落到你头上了，你倒想起来问我要饭了？我该死，我嘴贱，我瞎了我的眼啊！我斗不过天，我也斗不过你。商会那帮王八蛋不肯借我1粒米，还要收我的地契抵债，我走投无路了，只能来求你啊！你求我也没用，我这里的规矩，不养吃白食的闲人。你要饭，去城隍庙。我不白吃，我有东西换，这是城外那1000亩水田的地契。全都是衙门盖了钢印的死契呀！那可是清水县最肥的地啊！呸！什么最肥的地？钱老爷，乡亲们说的对，你那地现在就是一片毫无地力的废土。你欠了王掌柜500两高利贷，他要拿着废地抵债，你却跑到我这儿来，你是想把这烂摊子甩给我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王东家，我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人。你能让鸡鸭吃蝗虫，你肯定有法子把那片地救活啊！那毕竟是1000亩啊！王掌柜那个黑心郎，他不仅要我的地，还要收我的宅子。我把这地卖给你，你只要按照市价的1成，不半成，只要给我50担烤熟的蝗虫肉和一点粗糠，再给我留10两银子防身，这1000亩地就全归你了。铁柱哥，这买卖划算啊！虽然现在是废土，但只要咱们按你说的深翻一下，加上鸭粪，明年开春肯定能长出庄稼。1000亩啊！那咱们可就成清水县最大的大户了。钱老爷，你不用在这儿装可怜，你这地现在全县除了我，没有任何人敢接手。虎子，去拿笔墨，咱们不占他便宜，也不落井下石。按现在灾荒时间废土的市价，1亩地算1斗粗糠，1000亩，那就是100担。我再加10两白银，买断他这1000亩的死契。白纸黑字，他以后要饭也好，饿死也罢，跟咱们没有任何关系。退下！本官今天是来拜访清水县的大功臣，不是来升堂问案的。摆什么官威？都给我把棍子收起来，在门外候着。是，大人。好霸道的肉香味，这是在烤什么野味？
竟然比县城里百年老店的烤羊地还要香出3分。草民王铁柱见过孙大人，大人若是没用过晚膳，不如尝尝我们清水县今年的特产。这是蝗虫，铁柱兄弟，这可是吃人的妖虫啊！这东西也能入口？大人，他吃咱们的庄稼，咱们就吃他的肉。这东西去头掐尾之后全是精肉，大旱天缺衣少食，这可是上天送来的大补之物啊！当真？既然你铁柱敢吃，本官有何不敢？奇哉，奇哉！竟然没有一丝泥腥味，满口都是浓郁的油脂香和肉香，嚼起来嘎嘣脆，吞下去肚子里暖洋洋的，极其顶饿啊！是啊，大人，俺们本来也以为这东西不能吃，结果吃了铁柱哥喂的这几锅，现在大伙儿觉得这满地的死虫子简直就是金疙瘩。变废为宝，化灾为财。铁柱兄弟，大人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折煞草民了？铁柱兄弟，你受得起这一拜？本官今日不是以清水县令的身份来此，而是以一个求学者的身份来向你求取这生态治蝗的良方。天下苦蝗灾久矣，历朝历代一遇飞蝗，除了设坛祭祀、人力扑打之外，毫无他法。为何你这区区几千只家群，竟然能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力？这里面的门道，还请铁柱兄弟倾囊相教，救救我朝千千万万的百姓吧！大人言重了，其实这治蝗之法，说白了就是8个字：一物降一物，因地制宜。一物降一物，因地制宜。本官洗耳恭听。大人请想，这天地万物就如同老祖宗说的五行相生相克，飞蝗再凶它也是虫，只要是虫就有天敌。麻雀、蛤蟆是天敌，但它们数量太少，且不受人控制。所以你选择了家禽。可是以前也有人放贼鸭进田吃虫，但只要那满天飞蝗一落下来，那些贼鸭就被吓得四处乱窜，根本挡不住那股滔天的声势啊！这就牵扯到草民说的因地制宜和号令如山了。大人，家禽也是兵，不练怎么上战场？我在河滩发现虫卵时，便开始练兵。我将鸭子赶去湿泥地，利用鸭子扁嘴如筛的习性，专门过滤藏在泥水里的虫卵。我将鸡群赶去硬土旱坡，利用鸡爪锋利、鸡嘴尖锐的习性，专门刨食藏在旱地里的幼虫。这叫陆军清剿。妙啊！鸭管湿，鸡管旱，将危害扼杀在未长翅膀之前，这就叫防患于未然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克服他们畏惧虫海的本能，我每次喂食前必吹竹哨敲铜锣，连续半月。这鸡鸭只要一听到哨声锣声，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：冲上去，有肉吃。好一个号令如山，用食物的本能去对抗恐惧的本能。铁柱兄弟，你这法子简直可以写进兵书去啊！大人，练兵固然重要，但排兵布阵才是制胜关键。今日飞蝗主力降当时，草民是先放鸡群，利用鸡的弹跳力去吃半空的散兵游者，等主力彻底落地，放出鸭群这支重甲步兵，利用鸭子羽毛厚实且带有围止线油脂的优势，硬扛飞蝗的撕咬，一路平推过去。原来如此，难怪那钱大夫撒了假药毒死了蛤蟆，反而引来虫海，让1000亩良田瞬间绝收，而你的田却成了有兵与无兵的区别呀！可是铁柱，这飞蝗大军虽然今天被你杀退了，但他们还会产卵。等到明年开春，春暖花开之际，土里的虫卵再次孵化，清水县岂不是又要遭殃？大人放心，草民刚才正准备跟乡亲们说这事，明年的蝗灾根本不会爆发。不会爆发？你何出此言？那些逃走的飞蝗肯定在四处的泥土里产下了数不清的卵啊！大人，您看那是什么？那几千只鸡鸭吃饱喝足拉出来的粪便，里面全是高浓缩的肥料。草民明日就会带着全村人将这些鸭粪全部铺到田里，进行深翻土。深翻土？这与治蝗有何关系？大有关系。第一，鸭粪极肥，翻入土中能迅速恢复干旱造成的贫瘠砥砺。第二，这深翻的一锄头下去，就能把埋在地表浅层的虫卵全部翻到深层土里活活捂死，或者翻出地面让太阳暴晒而死。只要这半个月内老天爷下场雨，咱们把萝卜和冬小麦抢种下去，明年开春那些残存的虫卵连破土的机会都没有。绝了！真乃绝顶的阳谋！养禽吃虫，虫变粪，粪肥田，田翻土灭卵，最后还能种出庄稼。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循环啊！铁柱兄弟，你这套生态大循环的法子价值连城，本官回去后定当立刻写成奏折，800里加急上报朝廷。不仅如此，本官这就下达诏令，明天一早，本官要大开县衙府库，用官方的名义高价收购你这一批战功赫赫的鸡鸭。大人要收购草民的家禽？不错，本官要把他们当作神种，分发给清水县下辖的18个村，让全县的百姓都用你的法子在田间地头建立起防御大阵。我要让所有的虫子一听到清水县的锣声就吓得绕道飞。大人既然有此宏愿，草民不仅要卖鸭子，不过草民还想跟县衙做一笔大买。哦，大买卖？铁柱兄弟，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本官能给的，绝不含糊。草民刚才花了100道粗糠的价钱，买断了钱大爷城外那1000亩废土。草民想请大人出面，调集全县闲置的灾民劳力，帮我深封那1000亩地。劳力们的口粮由草部用虫肉和鸭蛋来付。大人意下如何？好一个王铁柱！本官答应你，明日起，本官亲自为你招募劳力，咱们清水县的春天就包在你身上了。为他用力奔，为他往下掘。铁柱哥，这地太硬了，而且表层全是生灰坏味儿，呛鼻得很啊！
虎子，大伙儿别怕呛，就因为表层有石灰，咱们才要深翻。给我往下掘足足1尺深，把上面的废土埋下去，把底下的新土翻上来。东家，这石灰会有毒，埋到地底下不会把庄稼根也给毒死吗？大家放心，石灰虽然烧根，但只要埋得够深，和鸭粪烂叶子混在一起，在地下闷上一阵子，它就会变成能杀地底病虫害的好东西。这就叫以毒攻毒，变废为宝。哎呦，打这一烧翻上来，土里有好多白花花的东西，是虫卵，飞黄的虫卵啊！老天爷，这群畜生还真在这儿留了种。铁柱哥，咋办？要不要用火烧？不用火，大旱天，太阳就是最好的火。大伙儿把翻出来的虫卵全部摊开在表面，用铁锹拍碎，拍不碎的，毒日头晒上2个时辰，就能把它们活活烤成干壳。好嘞，杀绝这些妖虫的子孙，大伙儿加把劲儿啊！铁柱哥，这都10天了，地是翻好了，种子也埋下去了，可老天爷就是不掉一滴眼泪啊！再这么旱下去，就算有鸭粪垫顶，这种子也得在土里干死啊！是啊，东家，这1000亩大地，那几桶水泼下去，连个泥点子都看不见了，这可咋整？难道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最后还是得眼睁睁看着庄稼绝收吗？大伙儿别慌，把挑水的扁担都放下吧，放下！铁柱哥，你莫不是也打算放弃了？不是放弃，虎子，你闻闻现在的风，跟10天前有什么不一样？风还是那么大呀？不对，这风里好像没那么烫人了，就跟老龙王要打喷嚏之前的味儿一样。没错，旱极必黄，黄灭必雨。这连着刮了3个月的干热西北风，今天早上已经彻底变成了带着湿气的东南风。老祖宗传下来的观天象，错不了。真的要下雨了！乌云，大伙儿快看，是黑云，不是虫子，是真的乌云啊！打雷了，老天爷打雷了！下雨了，老天爷下雨了！哇啦啦啦啦啦！老天爷开眼了，有救了，咱们清水县有救了！雨啊，多下点儿，把这地浇透啊，俺们的种子能活了！奇观，真乃我大雍朝前所未有的农业奇观啊！铁柱，本官虽然早知你能力不凡，但亲眼看到这1000亩良田的盛景，依然觉得犹如身在梦中。孙大人过誉了，这都是顺应天时，加上全县乡亲们没日没夜干出来的结果。草民不过是动了动嘴皮子罢了。大人您尝尝，这萝卜吸足了鸭粪的底肥，又经过了深秋的霜打，又脆又甜，一点都不辣口。有了这1000亩的萝卜垫底，咱们清水县的百姓这个冬天绝对不会有一个人挨饿。好清甜的萝卜，比那皇宫里的贡梨还要解渴。铁柱大人，看了本官，你可知知府大甲令以着生态灭黄与粪土循环的奏折拍案叫绝了？你这法子明年开春要在全州府推广啊！推广自然是好事，草民这套法子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地不欺人。你用虫子喂肥了鸡鸭，鸡鸭的粪便肥了土地，土地自然会生出最好的庄稼来养活人。这天地间没有任何东西是废物，只要放对地方，天灾也能变成大宝库。